距今5000多年的古埃及，开始于公元前32世纪左右，直到公元前343年被波斯王朝给灭亡。这是一个期间跨度将近3000年的古代文明，这其中出现了诸多我们至今都无法解释清楚的未解之谜，包括许多关于古埃及的神话故事。根据他们刻在石碑上的壁画，有人似乎看到了外星人的影子。你很难相信距离现在5-6千年的人类能够制造出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建筑，这其中埃及金字塔最为著名，这大概也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古建筑之一。金字塔几乎成为了古埃及文明的象征，现在的人们一看到它，仿佛就想到了那一段古老而又神秘的历史。那么金字塔究竟是如何做到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埃及处于沙漠地区，这片区域常年降雨量稀少，金字塔一直处于高温干燥的环境中，这使它不易遭到腐蚀。其次，建造金字塔所用到的材料是石灰岩，石质材料比很多木质的建筑寿命要长得多。比如中国古代的宫殿，大都喜欢采用木质结构。相比于古埃及，时间距离我们现在更为接近的汉代宫廷遗址，却没人像金字塔一样保存到现在。当然，金字塔三角形的结构相比于其他结构也更加的稳定，这使它不管哪一面遭到的外界侵袭都是相同的。金字塔作为法老的陵墓，其建筑外形有着超现实的观感，这并非像是古文明的产物，更像是来自未来世界。所以埃及金字塔总能和外星人联系在一起。有传说外星人在几千年前降临地球，帮助人类建造了金字塔，还传授了人类很多天文学知识以及先进的技术。这些在古埃及人当时所做的壁画似乎也有体现，一些外貌体型和人类完全不同的画像，也给了我们后人无限的遐想。就连研究古埃及文明的科学家也无法给予完美的解释。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高137米，由巨大的石块堆叠而成，总共有230万块巨石，每一块的重量在几吨到几十吨不等。如此巨大的重量，这其中的采石、运输、堆砌需要的人力物力恐怕全都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我们知道现在盖高楼最重要的设备就是起重机，而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起重机，是如何将230万块巨石运上去的呢？并且每一块巨石之间都是紧密地堆叠在一起，你甚至无法在2块巨石中间塞进一张银行卡。那么埃及金字塔究竟是如何建成的呢？这成了千百年来全世界许多人最大的疑问。虽然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埃及金字塔的记载，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关于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金字塔的描述。不过，根据常年金字塔科学家的研究，以及对金字塔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也给出了许多猜想。这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猜测。猜测一，百万奴隶劳作的结果。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是奴隶制社会，当时大量的苦力劳作都是奴隶完成的。建造像法老陵墓这样宏大的项目，很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奴隶没日没夜的劳作。他们首先要从远处的采石场利用铜铁之类的金属器材凿出一块块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吨的石灰岩石块，接着把石块装载到木板上，再在木板下铺好滚木，
利用滚木的省力原理，靠奴隶借助深处把石块运送到施工地点，再用四周的沙土先堆成一个斜面，把巨大的石块一块块地拉上斜面，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堆砌，随着石块的增高，也随之增加斜面的高度，直到封顶为止。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最辛苦也是最原始的方法，而建成一座金字塔甚至可能需要消耗几十年的时间。猜测二，螺旋建筑法，也是先在金字塔旁边堆砌一个40-50米的斜坡，通过这个斜坡把巨石一块块堆砌起来，先形成一个金字塔底座的主体，再在金字塔壁内部搭建一个通往顶部的螺旋状斜坡，这样通过内部的旋转状斜坡把石块一点点旋转着堆砌，直到封顶为止。这种方法相比于方法一纯靠奴隶要省力许多，但这个设计过于超前，14名工程师用了足足2年的时间才设计出一套完整的3维模型，模拟埃及人堆砌巨石的过程。这对于5000年前的古文明来说，这样超前的设计难度实在太大。猜测3，水运法，这是一种脑洞大开的想法。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表明，古尼罗河的河道距离现在的金字塔群很接近，也就是说当时的金字塔周围很可能就是河流，只是经过几千年的环境变迁，尼罗河不停地改道，这才让人看起来金字塔距离河流很远。那么金字塔有没有可能当时是建造在水下呢？只是5000年后河道完全枯竭，才迫使金字塔暴露在我们面前。当时的古埃及人利用水的浮力，大大降低了运输巨石的难度。先用船把巨石运到建造的位置，我们一般的思路都是一点一点往上堆砌，而如果建造在水下，则刚好相反，这似乎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运输的难度。从船上每抛一块巨石，几个古埃及人随即跳入水中，巨石虽然依然会沉入水中，但由于浮力的影响，其下沉的速度会减慢。人们在水里还能借助浮力移动巨石的位置。当然，如果巨石实在太重，还可以绑定一定的木块，增加它的浮力，方便人们在水里移动石块。即使整个金字塔不能完全淹没于水中，哪怕是有1/3露出水面，也要比全在地面堆砌容易许多。方法4，浇筑法。我们知道建造金字塔的这些巨石全是由石灰石组成的，这种方法和现在盖高楼用到的混凝土类似。古埃及人先是制造出很多长方体的模具，再往里倒入石灰和贝壳，再掺杂一些水，等这种混合物凝固硬结以后，就像现在建筑工地的混凝土一样，十分的牢固。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研究者还在石块中间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头发，这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把头发掉进了混凝土中，所以石头中间才可能有头发。然而也有学者提出质疑，金字塔的每一块石头全都形态各异，有一些连模具都根本无法制造出来。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全都只是猜测，截至目前为止，连科学家也无法完美的解释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不仅仅是关于金字塔的建造猜测，还有比如古埃及法老的诅咒、金字塔内动植物千年不腐、狮身人面像的秘密，以及金字塔中所隐含的各种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都让全世界对它的神秘产生了无尽的好奇。